岁时，竹马说他舌头是凉的，让我给他物理加热一下。我哭哧就是一个大逼斗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骗我嘴里的糖吃。他哭着说以后谁娶我谁是狗，我说以后谁嫁他谁倒霉。可到了18岁，院里适龄的对象只剩下我们2个，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，我们结婚了。新婚当晚，我们互相朝着对方汪汪了一夜。婚后他龙精虎猛，缠得我总哭着求饶。从此我们成了大院里最恩爱的夫妻。直到一次出任务，他的双胞胎哥哥陆然带回来一枚染血的徽章，他声音沙哑地对我说：“云瑶，对不起，陆时燕她回不来了。”闻言我当场昏死过去。醒来后，我疯了似的要去找她，却被婆婆死死抱住。后来我上过吊，跳过河，吞过安眠药，3次寻死都被他们救了回来。第3次被救活的那晚，我脸色苍白地来到婆家，却听到里屋传来婆婆的说话声：“时燕，你还要瞒着云瑶到什么时候？她都为你自杀3回了。”我的手指猛地掐进掌心。时燕，婆婆为什么对着大伯陆然叫时燕？妈，再等等，这个声音明明是陆然的声音，可语气却像极了丈夫陆时燕哄我时的温柔。妈，大哥临死前托我照顾大嫂，可大嫂身娇体弱，若听到大哥死去的噩耗，定然不能活。我只能先顶着大哥的身份，给大嫂一个孩子，有了这个孩子做寄托，大嫂才能继续活下去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所以死的是陆然，不是陆时燕。我的丈夫还活着，而他顶着哥哥的身份，每天睡在隔壁和柳如烟一起。那云瑶怎么办？婆婆的声音更急了，你天天睡在如烟房里，就没想过云瑶的感受？放心，她比大嫂坚强。我心头一紧，踉跄着后退，却不小心碰倒了墙边的扫帚。屋里骤然安静，我转身就跑，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。忽然我感觉手中刺痛，打开一看，才发现手中的徽章由于攥得过紧，已经划破掌心，溢出鲜血。这几个月我日夜抱着这枚徽章入睡，像个傻子一样，为他哭，为他死，为他痛不欲生。到头来我的丈夫没死，他只是为了体恤大嫂，所以选择让我以为他死了，而我就如同笑话一样被全家蒙在鼓里。当我浑浑噩噩回到家时，媒婆李婶又来了。云瑶啊，齐团长半个月后就要调去海岛了，这是他第8次托我来问你。他说要是你还不同意，他这辈子就在那儿不回来了。齐司礼是陆时燕的战友，从我被宣布成寡妇那天起，就一次次上门求娶，前7次我都拒绝了，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只会爱陆时燕一个人。可现在我抬头平静地说，好，我嫁。李婶愣住了，你说真的？真的，麻烦您告诉齐司礼，嫁给他后我会跟着他一起去海岛。这时突然回来的陆时燕脸色阴沉，弟妹，你要嫁给谁？我面无表情的淡淡道，大哥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他猛地上前拉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发疼。弟妹有我照顾，不需要改嫁，而且弟妹那么爱时燕，也不可能改嫁。李婶，你以后不要来了，否则莫怪我赶客。李婶一脸诧异，可云瑶已经答应。她的话刚说一半，我连忙拽住她的胳膊，婶子，您不是说要去供销社吗？快些去吧，晚点就关门了。李婶连忙应是，飞快离开。看到李婶走了，陆时燕才松了口气，然后看着我温柔道，弟妹，虽然时燕去世了，可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，以后这种媒婆上门，你直接打发走便是。这一刻我只觉得可笑，他瞒着我整日睡在大嫂房中，却还怕我跑，怕我改嫁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可我没有拆穿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反正半月后我就改嫁他人，永远离开这里。夜里我收拾行李时，隔壁突然传来2人的暧昧声。以前我只当是大伯和嫂子感情好，可现在就像一把刀插在心口。突然一声尖叫划破夜空，我冲出去时，看见陆时燕一脸慌乱地抱着柳如烟往外跑。月光下，她雪白的睡裤上阴开刺目的红，家属院里顿时炸开了锅。隔壁王婶探出头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啧，听说是办事的时候太激烈，出血了。我站在人群里，觉得浑身发冷，刚想转身走，却被王婶一把拉住。云瑶，你是弟妹，得跟着去看看啊，怕落人口舌。我只能披上衣服往医院赶。医院走廊上，陆时燕焦急地踱步，看见我时明显一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扯了扯嘴角，作为弟妹，该来看看。这时医生从急诊室走出，同志放心，你爱人没事，就是怀孕了。我耳边嗡嗡作响，医生那句怀孕了像一记闷棍敲在头上。我下意识看向陆时燕，却见她先是一怔，继而眼底迸发出狂喜，太好了，一切都要回到正轨了。我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，柳如烟怀孕了，她终于可以卸下陆然的身份，回到我的身边了。可惜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不过病人有些贫血，需要输血。医生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，陆时燕立刻挽起袖子，却被医生拦住，您的血型不符，需要 B 型血。他的目光转向我，犹豫片刻后开口，云瑶，我记得你是 B 型血，你大嫂怀孕了，这个孩子我们期盼已久。他顿了顿，你给他献点血好不好？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一定会补偿你。补偿？我在心里冷笑，他所谓的补偿，就是施舍般回到我身边吗？
血我可以献，补偿就不必了。我平静地说，转身跟着护士去抽血。针头刺入血管时，忽然想起新婚那年我发高烧，陆时燕连夜背着我跑了几里地去医院。那天也是这样的采血针，她死死攥着我的手说，别怕，媳妇儿，我在这儿。如今我的血却要流进另一个女人的身体里，滋养他们的孩子。接下来几天我都在家静静休养。陆时燕跟部队请了假，每天拎着保温桶在家和医院之间往返。今天炖鸡汤，明天煮红糖鸡蛋。曾几何时我感冒卧床，她也是这样守在灶台前变着花样给我补身子。柳如烟出院那天，陆时燕抱着喜糖罐子挨家挨户分发，向来冷峻的每一眼都是将为人父的喜悦。最后她才走到我面前，递糖的手有些迟疑。弟妹，恭喜大哥！我接过糖，笑得恰到好处。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美满。陆时燕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这样的祝福太过得体，得体到让她心里发慌。自从陆时燕牺牲后，我不是哭就是闹，何时这么平静过？可不等她多想，柳如烟突然冲进院子，脸上挂着泪痕。阿然，出事了！我倒卖知青返程名额的事被举报了。陆时燕不可思议地睁大双眼，你说什么？柳如烟哭得梨花带雨，我就是想多挣点钱，多买一些衣服。现在执法队要来抓我了。陆时燕气得青筋暴起，我每个月津贴全交给你，你还要去干这种事？柳如烟急得直跺脚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怀了孕，不能被他们抓走啊！话音刚落，院门突然被踹开，3个戴红袖章的人闯进来。柳如烟同志，有人举报你倒卖知青返程名额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陆时燕沉默了很久，突然开口，不是他，这件事我知道，不是如烟做的。他顿了顿，是夏云瑶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声音止不住发抖。你再说一遍，是谁？他避开我的目光，斩钉截铁道，是夏云瑶。当我还要说什么时，执法队的人已经扭住我的胳膊，有证人指认，请你配合调查。被推上卡车时，我死死盯着陆时燕，他站在柳如烟身前，军装笔挺，却再也不是记忆里那个会在地震时用命护我的男人了。小黑屋里，我的辩解无人理会。执法队长把钢笔摔在我面前，陆团长亲自指认的还能有假？给我老实交代。1天水米未进后，我被押去煤矿劳动改造，矿井阴冷潮湿，我背着沉重的煤筐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矿洞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塌方了，快跑！所有人慌乱的逃生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坍塌的煤块埋住了下半身。剧痛中，我听见有人撕心裂肺地喊我的名字，云瑶，坚持住，是幻觉吗？那个抛弃我的男人，此刻正疯了一样徒手扒开煤块，食指鲜血淋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陆时燕把我抱出来时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一遍遍叫着我的名字。如烟怀孕了，不能受这种苦，我只能推到你身上。云瑶，我身不由己，你疼我比你更疼，等孩子生下来我就接你回家。你醒醒，求你醒醒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你。我想笑，他永远这样，给一鞭子在喂颗糖。昏迷前最后的感觉是陆时燕滚烫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。在醒来时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陆时燕守在床边，下巴冒出青黑的胡茬。见我醒来，她猛地抱住我，红着眼忘情地吻向我的唇。太好了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我用尽全力推开他。大哥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陆时燕踉跄着后退2步，像是被烫到一般。抱歉，如烟这几天胎动住了院，我走错房门，认错了人。他转身就走，背影仓皇的像在逃。我抬手擦掉唇上残留的温度，只觉得讽刺至极。他连撒谎都不会，如今是白日他走错门，怎会连人都认不清？我出院那天正好是部队开放日，刚走进家属大院，就被几个热情的军嫂团团围住。云瑶啊，石燕去世也有一段日子了，你看你一个人多孤单，嫂子给你介绍个好的怎样？说爸爸身后的男人往前一推，这是王参谋家的小儿子，军校毕业，一表人才。我刚想说自己已经答应齐司礼的求婚，一个黑影突然冲了过来。嫂子们的好意心领了，我弟妹有我照顾，不劳各位费心。说完拽起我的手就往外走，我猛地甩开他。陆然，真正多管闲事的是你。我故意咬中这个名字。陆时燕瞳孔一缩，有些怔住。我理了理被扯皱的衣袖，说起来，我和你才是毫无关系，我跟谁相亲，嫁给谁都是我的自由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陆时燕一拳砸在树干上，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淌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窸窣声惊醒，还没等我开灯，就被人死死压住。浓烈的酒气混着熟悉的松木香扑面而来，已醉得不轻的陆时燕狠狠将我吻住，吻又凶又急，像是要把我吞吃入腹。我拼命推他，却被他扣住手腕按在头顶。别走，别和别人相亲，求你了！我气得浑身发抖。陆时燕，你现在是柳如烟的丈夫，我不是。他痛苦地抵着我的额头。再等等，很快，滚开！我猛地抬膝，陆时燕闷哼一声摔下床，动静惊动了隔壁。柳如烟推门而入，打开灯。怎么了？我侧过脸，
长发遮住被咬破的唇。大哥喝醉走错房间了，还请大嫂带他回去吧。柳如烟的目光落在我渗血的唇角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柔柔弱弱地扶起陆时燕。阿然，我们回房。陆时燕踉跄着被拉走，却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是濒死的野兽。我关上门，慢慢滑坐在地上，唇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疼，可更疼的是心口那个早就千疮百孔的地方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陆时燕开车回了部队，我刚想松一口气，房门却猛地被人踹开。柳如烟扬手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眼里全是怨毒。夏云瑶，你可真够贱的，自己死了男人就来勾引别人老公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捂着脸，但下一瞬又明白了，是昨天晚上，多可笑。陆时燕明明是我名正言顺的丈夫，可如今两人的亲密却要被另一个女人捉奸。你误会了，昨晚是他。闭嘴！柳如烟突然一把扫落床头柜上的蜡烛，别以为你有几分姿色就能勾引别人的丈夫，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，在他心里到底谁重要。火焰轰地窜上窗帘，瞬间蔓延开来。你疯了吗？我抬腿就要往外跑，却被柳如烟死死拽住手腕。我来之前已经让人给阿然打电话了，你说他会先救谁呢？浓烟呛得我眼泪直流，我拼命挣扎，却听见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如烟云瑶。陆时燕冲进火场的那一刻，我恍惚想起新婚夜，他抱着我说，云瑶你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的第一选择。可现实是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径直抱起柳如烟就往外冲。陆时燕，我伸出手，却被倒塌的房梁拦住去路。在我倒下去的瞬间，仿佛又看见那一年的陆时燕站在文工团后台，笑着往我手里塞了颗奶糖。再次从医院醒来，陆时燕依旧守在床边，眼下挂着浓重的阴影。你刚植完皮，别乱动。他伸手想扶，却被我躲开。植皮？我声音嘶哑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陆时燕眉头紧锁，你放火差点害死如烟，现在只是手臂上植一点皮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我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说我放的火，他这么一说，你也就信了？不然呢？陆时燕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我是她丈夫，我不信她信谁？丈夫两个字像刀子捅进心窝，我猛地扯下手背的针头，将输液瓶砸在地上摔得粉碎。那你现在在这干什么？滚出去！陆时燕一把按住我流血的手，弟妹，你冷静点，我知道你受了点委屈，再等10个月，等孩子生下来。我抓起一旁的杯子砸向他，滚！我永远都不想再看见你。陆时燕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最终转身离开。他走后，我才看见床头放着一盒奶糖，是我最爱吃的那种。我抓起糖盒狠狠砸向墙壁，奶糖洒了一地，就像我碎成渣的心。出院那天，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疼，刚走到家属院门口，就看见媒婆李婶踮着脚朝我招手。云瑶，可算等着你了，齐团长那边都安排妥当了，明天一早就开船。李婶压低声音，从怀里掏出一张船票，她特意嘱咐，让你别带太多行李，海岛那边什么都备齐了。我忙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封递过去，辛苦婶子跑这一趟。不用，齐团长给过说没钱了，这是另给的，庆贺我新生。李婶一愣，随即眉开眼笑，是该庆贺，丈夫死了就忘掉，往前看才好。这时院门砰的被踹开，陆时燕阴沉着脸夺过李婶手里的红封。我说过不准再给云瑶说亲，我会照顾好她，她也不会答应改嫁。李婶被吓得一哆嗦，可她，婶子先回吧。我轻声打断，朝李婶使了个眼色。李婶慌慌张张往外走，正好与进门的柳如烟撞个满怀。柳如烟抬头看见陆时燕护在我身前的姿态，眼神瞬间阴鸷。夜深人静时，我正在收拾行李，柳如烟挺着并不明显的肚子走了进来。上次的教训没吃够，还敢勾引阿然？我头也不抬地叠着衣裳，我明天就走。你不用。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突然啊的一声摔倒在地，捂着肚子在那哀嚎。我的孩子！几乎是同时，陆时燕从外面冲了进来。如烟，她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打横抱起柳如烟就往外跑。我站在原地，听见柳如烟在走廊上哭喊，是她推的我。阿然，我们的孩子，多拙劣的演技！我想笑，却尝到嘴角咸涩的泪水。天蒙蒙亮时，我拎着行李箱刚走到院门口，就撞见风尘仆仆赶回来的陆时燕，她满眼血丝，死死盯着我。为什么屡次害如烟？我守了他一整夜，孩子差点保不住。说完才注意到我手里的行李箱。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赶你走的？竟连行李都收拾好了。我一愣，赶我走？他皱着眉，很是不悦。是，如烟胎相不稳，最近不想看到你，你先回娘家住段时间，等孩子生下来我再去接你。他不由分说抢过我手里的箱子，我送你去车站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。陆时燕却固执地跟上来，像是怕我不走似的，一路将我送到车站。我就不送你进去了，你自己买票进去。如烟还在医院等着我照顾，叮嘱了几句之后，他快步转身离去。我站在售票窗口前笑出了声。陆时燕，你就一辈子照顾着你的柳如烟吧。我最后一次回望军区大院的方向，再见了，再也不见。坐车来到港口处，
我就一眼看见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正兴奋地朝我挥手，随后他也顾不得自己身边的大包小包，连忙朝我奔了过来，伸出手接过我手边的行李。我来帮你提吧。我微微勾起嘴角，谢谢。男人俊俏的脸染上一抹红晕，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客气啥？以后我们毕竟都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。我下意识抬头朝他望去，时隔多年，再一次认认真真地打量着身边的男人，从媒婆的热情介绍里，还有从前高中同学的那些八卦里，都明确地表达了一个意思，那就是齐思礼很喜欢我，喜欢到这些年齐家父母给他介绍了很多相亲对象，都被他一一拒绝，喜欢到这些年有很多大胆的女人热情地追求他，都被他一一婉拒，甚至在我丧夫的这些年里，他都不顾流言蜚语，一直坚定地等着我，等着我点头，哪怕是此刻。在我望着他的同时，他也偷偷用余光看着我，一旦与我目光对视，他又立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飞快地移开自己的视线，只剩通红的脸颊出卖了他。如此有趣的一幕引得我噗呲一笑，随即又很认真地叫住他，齐思礼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既然我已经彻底决定放弃陆时宴，从此与眼前这个男人过好日子，那我也该把事情都说清楚，以免以后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齐思礼见我如此认真，有些疑惑，你说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想必你也知道我从前的事情了吧？齐思礼连忙点了点头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从第一眼喜欢上我后，他就一直默默关注着我所有动态。我笑了笑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的丈夫并没有死。这一瞬，齐思礼脑袋一片空白，连手里提着的东西落地了都不知道，内心更是翻涌着惊涛骇浪，一度以为他多年的愿望又要破碎了。正当齐思礼浑浑噩噩时，我伸出温热柔软的小手握住他无措的大手，但是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跟他回去的，而且我们的婚姻关系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就已彻底终止，更何况他现在是陆家大媳妇的丈夫。神什么？接二连三爆炸的消息，炸得齐思礼久久都没从震惊里回过神来，于是我就把陆时宴假冒自家大哥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眼前的男人。放心吧，即使有一天他来找我，他也带不走我，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陆时宴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陆时宴自己把后路给断了。当年听陆时宴牺牲的噩耗后，我一度崩溃到神经衰弱，时不时把大伯认错成自己的丈夫，而他为了让我彻底死心，当着整个家属院的人，把能证明自己是陆时宴的所有证据都烧给了死去的自己，说是帮助我彻底认清我的丈夫已经死了的事实，所以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陆时宴。现在如果他非要证明自己是陆时宴的话，要么会以失心疯被人送去精神病院，要么被纪委以欺骗罪受到处分，无论他选哪一条都是死路。一听到这里，齐思礼悬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失去我了。齐思礼，既然我决定嫁给你，就代表以前的一切我都不要了，但我也希望你不要做什么辜负我的事情，否则我的话还没说完，齐思礼便猛地将我揽入怀里。云瑶，我喜欢了你整整10年，也等了你整整10年，我比任何人都知道等你点头是有多么的来之不易，我能做到就是拼尽全力的爱你，温暖你，而不是伤害你。我知道这话你也许不怎么相信，但我以后会向你证明我有多爱你。我的眼眶微微红了红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伸出双手回抱住他。脚下的传来鸣笛声，而我将和他一起去过新的生活。医院里，陆时宴刚赶回来，柳如烟就扑进他的怀里哭个不停。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这些天他对我的那些异样举动，让柳如烟心里升起了危机感。当得知他送我回娘家，他太害怕我们俩在路上发生些什么，害怕他像当年父亲抛弃母亲那样不要他。陆时宴见怀里女人这副模样，那些想要说的话含在了嘴里，化为叹息。晚上，陆时宴和往常一样躺在柳如烟旁边，把她抱进怀里。柳如烟摸着肚子，一脸幸福。阿然，你说这个孩子以后会像谁多一点啊？陆时宴微微顿了顿，才道：像谁都可以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可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我的身影，幻想着和我有了孩子会更像谁。他想，若是女孩就多像我些，这样他就可以把娘俩一起宠爱；若是男孩就多像他些，那他就可以叫儿子一起保护我。一想到我们的孩子甜甜的缠着他的模样，陆时宴原本冷硬的脸都变得温柔起来，嘴角也不自觉地浮起一抹笑意。柳如烟见他如此开心，扬起小脸亲了过去。陆时宴刚开始还有些抗拒，因为他一心只想快点回到和我的小家，却忘了他现在还是柳如烟的丈夫，他还要继续履行作为她丈夫的义务。最终在柳如烟强烈的撩拨下，回应了他。翌日清晨，陆时宴小心翼翼地放开怀里的人，翻身下床，换了身衣服后才悄悄离去。来到公用电话亭，拿起话筒拨出了我家的电话。嘟嘟，拨出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通，陆时宴的心也越来越沉。就在他要挂断电话重新拨通时，我父亲的声音猛地从那头响起：谁啊？陆时宴眼底一喜，随后急切道：爸，苏伯父，是我是陆然。电话那头哦了一声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吗？疏离的语气令陆时宴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
在他的记忆里，我的父亲一向满意他这个女婿，无论何时都十分热情，而不像现在这般。他握住电话筒的手紧了紧。夏云瑶回家了吧？方便接电话吗？然而电话那头却是我母亲阴阳怪气的声音：你管天管地，把云瑶的人生都管了，他回不回你不知道吗？陆时燕一愣，这才记起我家人对他不悦的原因是，当年我成寡妇后，父母怕我独身一人受委屈，就要把我接回去，重新找一个好人家嫁了。但是陆时燕根本就没有死，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去嫁别人？所以他当时拼死阻拦，甚至还不顾旁人的闲言碎语跪在我父母面前。他对天发毒誓，说一定会好好对我，可我父母本就不信他的话，闹死都要把我带走。最后是他请出了上面的领导，才把这件事解决掉。自此我的家人对他对陆家再也没了好脸色。陆时燕自认理亏，想着到时等柳如烟把孩子生下后，他就亲自去我家负荆请罪，却不知我早将一切告知了父母。而我的父母之所以没有捅破这层纸，不过是在等一个时机。柳如烟保胎好后，就被陆时燕接回了家，而他回去的那天正好是陆母的60大寿。陆家这些年因有一个烈士儿子和一个首长儿子，因此地位跟着水涨船高。寿宴当天，陆家门庭若市，就连陆时燕上面的领导也专门来探望陆母。一时间，陆母风光无限。虽然陆母有些遗憾我没在现场，可一想到柳如烟好不容易怀上孩子，她也不愿再有什么意外发生，便没再说什么。柳如烟起身就要来搀扶陆母，陆母却摆摆手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走，你如今身子重，叫陆然护着你。柳如烟脸庞顿时一红，转眼看了眼来扶自己的丈夫，见感情如此好的两人，旁人都夸赞不已，唯独知道真相的陆家父母笑得有些勉强。随着烟花在半空中绽放，这场寿宴也终于来到了高潮。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陆母刚要拿去切蛋糕，紧闭的大门就被人突然踹开，我的父母脸色阴沉地闯了进来。陆然，热闹的氛围瞬间终止，大家看着走来的夏家人都不明所以。陆时燕神色微变，不解、慌乱等复杂情绪瞬间将她包裹住。此时陆母连忙扯出一抹笑，上前就要挽住我母亲的手。哎呦，亲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母亲毫不客气地一把推开陆母，别叫我亲家。陆时燕连忙冲上前扶住自己的母亲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母亲更加来气，做什么？我倒是要问问你们家要做什么？当初明明当着众人的面发誓要好好照顾我家女儿，这才过了多久？你们把我女儿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众人见到有热闹，纷纷围观了起来。陆家人心一惊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连忙就要把我父母请进屋子里聊。父亲手一挥，瞬间来了脾气。陆然，我倒要问问你，当初让我女儿顶替你媳妇倒卖知青回城名额的是不是你？害我女儿差点被坍塌的煤矿砸死的是不是你？还有你媳妇放火要害死我女儿，见死不救的是不是你？一连好几个爆炸消息令全场哗然，议论声纷纷四起。陆母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，当即就脸色一白。陆然，这些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不等陆时燕开口，母亲就把提前印好的证据扬起撒开，雪白的纸张如同漫天的大雪，纷纷落入人群中。在看清纸张上的字后，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我的天啊，这陆家人也太狠了吧，居然这样对待一个寡妇，他们这是要逼死夏云瑶啊！母亲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，失声痛哭，没良心啊，你们家没良心啊！我好好的女儿被你们家糟蹋成这样，你们既然照顾不好我女儿，为什么当初不让我们把她带走啊？现场一瞬间变得混乱起来，指责声、哭泣声、怒骂声，如同一个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陆母的脸上，她再也承受不住，捂着胸口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。混乱中，陆时燕的领导某军区的老政委走了出来主持大局，问我父母到底要做什么。母亲一抹泪一狠心说，我要让我女儿夏云瑶与陆家彻底断绝关系。陆时燕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不，绝对不可以，马上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就会生出来，马上她就能完成大哥的遗嘱，重回原来的生活。而这个时候，在他计划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他绝不能让妻子离开他。可惜陆时燕的反对根本无用，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，陆然？最后2个字被母亲咬得格外的重，似乎在提醒陆时燕此刻的身份。你要说守寡，我女儿也为你弟弟守了快2年的寡，你说要吃苦，我女儿也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，就算欠你们再多，我女儿也算把这账给还清了吧。更何况要说真要有人来反对，也该是我女儿的丈夫，你弟弟陆时燕。你一个大伯一个外人反对什么呢？不是，我就是陆时燕。轰隆，一道惊雷响起，原本乱哄哄的现场变得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时燕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他们是不是听错了？刚刚他在说什么？他说自己是陆时燕，见鬼了！一旁的柳如烟更是震惊在原地，连自己发痛的肚子都忘了。他顾不得其他，一把抓住了陆时燕的手。阿然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是啊，就算是要留住弟媳，也不该说这种胡话啊！也不怕他弟弟晚上来找他。母亲看着眼前急不可耐自曝身份的人，一声冷笑：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陆时燕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陆时燕站在原地，纠结挣扎片刻后，他一字一句格外坚定道：我就是陆时燕，不是陆然。当年死的人是我哥哥，
不是我。陆时燕还是高估自己了。她本想着等柳如烟的孩子生下来后再把事情说出来，可现在他们要逼着她与我分开，让她猝不及防，也毫无办法。她无法接受失去我的这件事。至于柳如烟，已经有了孩子，就算以后没了她，也能坚强地活下去。柳如烟踉跄着跌坐在地。阿然，你在开玩笑对不对？他望着陆时燕的脸，却发现她的脸在灯光的照射下变得模糊不清。那些在他心中一直疑惑不已的问题，此刻间全都有了答案。那个大变性格和爱好的他，那个时不时对丧偶的弟妹表达关心，甚至一次次把给弟妹介绍相亲对象的人赶跑的他，那个床上明明深情望着他，却总好像透过他看向另一个人的他，终于在此刻有了答案。柳如烟终于发出破碎的呜咽，就好像2年前的我在得知自己丈夫牺牲时的哭声一样，凄惨绝望。迟来2年丧夫的悲痛，终于在今天被他体会到。他终于承受不住打击，两眼一翻，彻底晕了过去，而他的身下也缓缓流出鲜血。经过一夜的抢救，柳如烟活下来了，可她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保住。陆母一巴掌猛地扇在陆时燕的脸上，痛心疾首道：“你简直是糊涂啊！只要再等几个月，柳如烟就会生下这个孩子。”可她偏偏在这时候自爆，不仅害得陆家没了孙子，也让陆家成了整个云城的笑话。老政委更是当场直接做了主，让我和陆家断了关系。而且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，陆时燕好不容易升的职位也泡汤了，一连失去这么多。这叫陆母怎么不气？她当即又要一巴掌甩过去，可陆时燕就像是一个没了灵魂的木偶，任由陆母怎么打怎么骂都没有用。柳如烟从病房醒来后，双眼空洞地望着天花板。如今谎言被揭穿，她丈夫没了，孩子没了，名声也没了。陆时燕站在床边十分愧疚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？柳如烟攥着被子的手指关节发白。她恨他，恨他们所有人，更恨他为什么要打碎谎言，不让他继续沉溺于美梦活下去。陆时燕闭了闭眼，一声叹息，所有想说的话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终于开口：“什么补偿都可以吗？”陆时燕一顿：“是。”柳如烟淡淡道：“那好，我要你娶我。”不行，这太荒唐了。你换一个吧。陆时燕想也没想，直接拒绝。荒唐？柳如烟突然就笑了，只是声音里满是讽刺。你觉得这是荒唐吗？那你当初自以为是的冒充你哥哥，与我做那些事情，实不觉得荒唐？因为你，我的名声彻底毁了，我以后再也嫁不出去了。你让我以后怎么活？我告诉你，陆时燕，你这辈子只能，也必须娶我。不行，可以。陆母打断他接下来的话，他本就因失去一个儿子和儿媳烦恼不已，如今又要失去第2个儿媳，他更是急得嘴巴都起了泡。没想到柳如烟居然主动提出要和陆时燕结婚，这对陆母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妈，陆时燕怎么也没想到，都这种时候了，陆母还出来添乱。时燕啊，我们家已经对不起夏云瑶了，可不能再对不起如烟了。这是妈同意了，等如烟出院了，你们就去领证。绝不可能，我的妻子只有云瑶一个人。陆时燕也彻底沉了脸。这时病房门突然被人撞开，来人气喘吁吁道：“时燕，有云瑶的消息了。”真的？原本脸色阴沉的陆时燕顿时脸上一喜，当即顾不得其他，连忙冲了出去，任由陆母在身后怎么喊都没有回头。南方某个海岛上，齐思礼终于实现这25年来最想要实现的愿望，以前的结婚证有些飘飘然，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。为了验证真假，他狠狠拧了一把自己的大腿，痛意传来的那一瞬间，他却咧开嘴傻傻地笑了一声。我被他的模样逗笑，可下一秒他却激动地抱起我转起圈圈。我结婚了，我有老婆了。他越说越兴奋，引得旁人纷纷朝着我们看了过来。我抬眼朝他看去，那双倒映着自己身影的眼睛里全是撑不住的浓烈爱意，引得我心砰砰狂跳，脸也忍不住红起来。我也很开心，能够再得上天眷顾，嫁给一个爱自己的人。1个月后，我们终于迎来了婚礼。齐思礼骑着绑红绸的自行车，载着我绕指定的线路骑了一圈，道路两旁挤满了围观的宾客，纷纷送上祝福。而千里寻妻的陆时燕托了层层关系才找到我待的小岛。她走着走着，发现前面有人举办婚礼，十分热闹。她本不想过去，却被人群挤到了前面。当新郎抬起手缓缓掀开新娘的盖头，看清那精致又熟悉的脸蛋后，他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。那个他朝思暮想的人，那个他疯了一般寻找了很久的人，竟然成了别人家的新娘。眼看着那男人就要亲上我的唇，陆时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不要！就在陆时燕即将冲出人群时，2名身穿绿色军装的人突然挡在他的面前。抱歉，你不能进去。陆时燕发了疯的想要进去，却无济于事。那2个军人像一堵冰冷的墙，将他彻底挡在通往见我的大门口。今晚的海岛下了一场大雨，齐思礼将我往怀里揽了揽，直到我沉沉睡去才翻身下床，披上外套出了屋子。等他撑着伞走出大门的那一刻，
就看见不远处的雨幕里站着一个人影。齐思礼的眉头微微紧蹙，他没有想到都这么晚了，陆时燕竟然还没有走。今天婚礼结束后，2个警卫员就私下找到他，说有个自称夏云瑶丈夫的人要闹着进来找人。齐思礼一下就想到了是陆时燕，如今我刚刚查出怀孕，他不想我因这种小事受到影响。想到这里，他加快步伐朝雨幕中的那个男人走了过去。此时的陆时燕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雨里，当看清来人后，他才终于想起眼前的男人到底是谁，是让媒婆一连上门8次的那个家伙。陆时燕心里升腾起一股怒火，挥拳就要朝面前的齐思礼揍去。齐思礼飞快侧身躲过陆时燕的拳头，随即一拳揍到他的脸上。陆时燕，你以后就不要再来了，云瑶刚怀孕，胎相不稳，不可能见你，要是你执意要见，我只能打电话去问问陆家，他们是怎么教儿子的。地上低着头的陆时燕猛地抬起头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谁怀孕了？谁的孩子？齐思礼冷哼一声，当然是我的了。陆时燕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大脑嗡嗡作响。在来这个海岛之前，他还想着等以后回到我身边后，就和我多生几个孩子，这样我也不用再去记恨柳如烟。可现在这些事情都在告诉他，我是真的不要他了。恍然间，他想起了和我新婚夜的那晚，我极其认真地跟他说，若是你有一天辜负了我，我一定会永远地离开你。当时的他太高估我对他的爱意，所以才把我的誓言当成玩笑一笑而过，所以才一次次地欺骗自己。他和柳如烟的事情是有苦衷的，他是为了这个大家暂时牺牲了我们这个小家，等一切事情都结束后，他就会与我和好如初。可现在所有人都在告诉他，他错了，他错得离谱。呵呵，一声自嘲从陆时燕的嘴里溢出，又很快被偌大的雨声掩盖住。齐思礼也懒得再跟这种人纠缠，毫不犹豫地转身回了屋子。冰冷的铁门在陆时燕面前彻底合上的那一刻，他彻底瘫倒在地，汹涌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之后的几天，他始终站在齐家大门前不肯离去。齐思礼为了不让陆时燕再来打扰我，他还是给陆家打了一个电话，最多3天时间，不然我只能让人把陆时燕请回去了。这天夜里又下起大雨，陆时燕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地。恍惚间，他好像听到了谁在着急地呼喊着他。实验医院某间病房里，高烧昏迷的陆时燕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我猛地推开他，跑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。陆时燕，是你先背叛了我，所以我也不要你了。不要走！陆时燕猛地睁开眼，手里疯狂地四处搜索着，接着他的手心碰到了一只柔软的小手，意识还没完全清醒的他把柳如烟当成了我，连忙将人抱进怀里，边亲吻边哀求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，求求你！坐了好几天船来这里的柳如烟强忍着心底的怒气，哪怕被对方认错他人，他依旧深情地回吻着他。来之前，陆母承诺，只要他能搞定陆时燕将人带回来，他们就把民政局搬来，让他们直接领证。若是以前，柳如烟是怎么也无法接受的，可如今自己的名声已经毁了，不如就这样和他结婚生子，起码以后的生活还能有保障。昏暗的房间里，陆时燕抱着怀里的人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思念，直到次日醒来，发现自己的怀里躺着的人是柳如烟后，瞬间傻眼了。他一把掐住柳如烟的脖子，怒意横生，你是不是找死？可他掐得越用力，柳如烟的笑声就越大越疯狂，直到陆时燕厌恶地将他丢在地上后，他才止住笑声，猛咳了几声。陆时燕，醒醒吧，你和他早就没了可能，更何况说不定现在的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。如果3天内你不和我回去登记结婚，我就把我们暧昧的照片公布于众，到时候他也会被你牵连，被人辱骂，那他的孩子，所以你认命吧，哈哈。陆时燕死死地盯着他，一动未动。他的脑海里疯狂地想着各种解决的办法，可最后却悲哀地发现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已经足够让我失望伤心了，不能再继续让我受到任何伤害。既然如此，他为何不？眼见他对自己起了杀意，柳如烟好心提醒，别忘了你的父母。紧握的拳头猛地松开，原本陆时燕挺直的背也彻底垮了下来。柳如烟的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，他知道他妥协了。陆时燕站在海边抹撒着手里的婚戒，眼里满是苦涩。当年他和我结婚时，花了半年的工资为我打造了这枚婚戒，那时他说了很多情话，也说了很多誓言，可最后这些誓言他全都食言了。他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全是活该。最后他将这枚婚戒抛进了大海里，连同那段被他亲自毁掉的婚姻也一起埋进了大海里。云瑶，再见，我们再也不见。3天后，陆家的人专门来海岛接陆时燕和柳如烟回家，直到2人成功领了结婚证，陆家人才松了一口气。另一边，当齐思礼得知陆时燕和柳如烟领证的消息后，露出了这些天来第一个轻松的笑容，终于再也没有人和自己抢老婆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抱紧怀里睡得正香的我狠狠亲了几口，惹得我拍了他好几下。你这又是怎么了？自从我怀孕后，齐思礼整个人变得比我还要紧张，连带着精神都变得奇奇怪怪。被老婆打了的齐思礼也是一副嘻嘻哈哈的模样。没什么，只是碍眼的苍蝇终于被赶跑了。我翻了个白眼。
侧身缩进他怀里，继续闭眼睡觉，只是嘴角轻轻勾起一抹笑容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知道齐思礼瞒着我一些事，还是和陆时宴有关的事情。婚礼那天，我看见了疯狂朝我扑来的陆时宴，只是我早就把他彻底放下，所以根本不会在意。包括齐思礼趁着我睡着去处理和陆时宴有关的事情时，我也全都知道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在意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知道齐思礼这样做是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好。我现在只想珍惜眼前的他，和他还有未来的孩子好好过日子。1年后，我们带着女儿在院子里晒着太阳。这期间，多少听到过关于陆时宴的消息。在长期的噩梦影响下，她患上了精神疾病，总是把柳如烟当成我。一开始，柳如烟想着孩子都生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可后来，她却让柳如烟的儿子管照片上的我叫妈妈后，柳如烟彻底疯了。争执之下，两人纷纷重伤，陆时宴腿断了，半身残疾，而柳如烟眼睛瞎了，也患上精神疾病。而他们孩子因为受惊成了哑巴，后来还查出严重的心脏病，小年纪就成了药罐子。陆时宴曾写信给我道歉，说他对不起我，也不敢求我原谅，只希望我此后能平平安安，所有的病痛都能移到他身上。齐思礼看完将信，随意丢进了火堆里。远处，我正抱着女儿跟他招手，他大步走来，紧紧抱住我们母女俩。云瑶，我真的很幸运，能够有你和女儿。我微微一笑，靠着他的肩膀，我也很幸运，能够遇到你和女儿。